死了15年的大爷回来了。15年前，夫君意外身亡，公婆怕陆家绝后，逼着小叔子陆继晨肩挑两房。如今我那个死了15年的夫君又活着回来了，但不是一个人。姐姐，以前常听相公提起姐姐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如相公说的一般美好。这村妇变了不少，不过如今我已是八品百户，眼界岂是她能懂的。三丫，她是罗娘，我的妻子。当年我遇险，是她救了我，一直贴身照顾，没有罗娘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能陪在相公身边，罗娘不委屈。你以后要像对待我一样对待罗娘。没有失忆，没有瘫在床上，10多年不回，现在却突然带着妻儿回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有利可图。那扇面是皇上柳家刚进贡的云龙丝，陆锦臣竟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一个村妇用，可见权势滔天。只要抓住陆锦臣这个助力，罗家上下谁还敢小瞧我？姐姐可是不喜罗娘。三丫，罗娘跟你说话，你听不见吗？失礼了。得知本该死了15年的人还活着，难免有些动容。这个女人不对劲。说这些做什么？你站了好一会儿了，快坐。你看他做什么？这是我家，他不懂待客的礼仪。再说，你还怀着身子。不可，姐姐还没有认下我，怎可贸然入座？三丫，我警告你！夫君别急，程程叫母亲。师弟，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弟弟，慢些。孩儿见过娘亲，娘亲安康，孩儿们下学堂了。娘，我都长大了。怎么回事？夫君明明说没有孩子，这2个年龄参差不齐的孩子是谁？难道是过继的？我还活着，有自己的孩子，蓉儿又怀上了。我赚来的军功没必要给别人养儿子，这2个孩子必须送走。二爷可回来了？回夫人，已经通知了，只是二爷受诏进了宫，恐怕没那么早回来。给2位客人奉茶，等待二爷便是。儿啊，娘的儿啊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儿啊，娘，俺的老娘！大牛，真的是我的大牛！老头子，你快看，是大牛！大牛回来了！你个要我命的东西！要我命的东西！娘，是儿子不孝，孩儿以后一定好好伺候二老，在堂前尽孝。老天保佑，王母娘娘保佑！我是积了什么德呀？我的儿受苦了！娘，孩儿不苦。爹娘，让你们见个人，这是蓉儿，我的妻子，当年是她救了我。冲冲，快叫祖父祖母！你不是常问我祖父祖母是谁吗？好，我的宝贝孙子！都是相公福大命大，不是儿媳的功劳。娘，他们在哭什么？春草，先带大少爷和二少爷下去休息。是。爹娘，蓉儿是永定城罗家的女儿，她母亲可是谢家的庶女，知书达理。好。完了，当年是我们逼着老二奸讨2房，逼大儿媳延续香火的。大牛活着，这算什么事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头子，爹，您撑住啊，爹！这对公婆这些小把戏玩得炉火纯青，看着镇长估计又要病上一段时间了。夫人，季公子在书房了，让人看顾好喜乐堂。公爹晕倒，他都不来，也好，他最好自己把优势做没。这哪里是普通宅院，这分明是王府规格。陆继晨竟有如此滔天的权势，等我住进来，这宅子里的应酬资源全是我罗家的。我们来京城1年，各方动向刚摸头，现在是时候入局，撬一撬那些固若金汤的派系地盘了。夫人放心，外面已经安排妥当。爹，您
醒了。林之念那只母老虎是休不掉了，毕竟给陆家生了2个大孙子。至于大房带回来的这个女人，当个妾养着就是。但老二现在什么身份？林之念提鞋都不配，休想沾老二一点边。陆哥和陆在必须认回大房。刚才已经看过了，来人，把他带出去。大牛，娘和爹跟你说说话。娘，蓉儿是我的妻子，是我儿子的母亲，没有她，就没有儿子的今天。妻，不是妾吗？娘，蓉儿不是妾，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以后也是。平妻。平妻？他以为自己娶的是谁？那可是把整个陆宅都管得滴水不漏的林之念。大牛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？娘，蓉儿是我的妻子，是我认定的人。你先让罗姑娘出去，娘和爹跟你说说话。没有什么事是蓉儿不可以听的。娘，你说吧。之念不会同意的。之念是谁？你媳妇儿，就是三丫，她改名字了，叫之念。好端端的改什么名字？这是我的事，哪有她随意智慧的道理？一个妇道人家，还能让她当了家牵着鼻子走吗？对呀，大牛回来了，到底还是我陆家人说了算。就该这样，咱们就是得好好给他立立规矩。蓉儿，你放心，你救了大牛，对我们陆家有大恩，这平妻的位置跑不了，大孙子也是咱们陆家的。平妻，这个平字我也不会要。爹娘，小弟怎么还没回来？估计还在宫里议事呢。他要是知道你活着，一定高兴坏了。小的时候，他可是最黏你的。凭着这份幼时的感情，才好拉拢这位名满天下的陆大人。这陆府，我要定了。二爷回来了！二爷回来了！12岁出世，16岁高中榜眼，远赴边关耶推防线，南唐海战更是举国皆惊。他是大周朝唯一位在富庶之地任职的3品大员，这权势，朝野上下谁不忌惮3分？我就要见到他了。二爷，夫人呢？回二爷，夫人在前院会客，还没有散。是老爷和老夫人在见贵客。他见客的时候不会让外人靠近。夫人可有异常？与平日没有不同。在哪儿？回大人，喜乐堂。二爷到了。他回来了。小牛，大哥，他见过他了。我就知道程错对那女人可没有什么心思。牛娃子不一样了。什么牛娃？叫程错。小牛现在叫陆继晨，字程错，夫子给取的。一时情急，程错。大哥随意就好，没有那么讲究。这是你嫂子，罗家女儿，是永州府罗水。她带回来一位女人，还有孩子。陆大人，荒谬，不敢。大哥，坐。程错让你们坐，你们就坐。他没叫我嫂嫂。虫虫，来祖母这里。这陆府的事还得更小心谋划才行。大哥这些年可好？好，身体也还好。相公对上我父亲都不逊色，怎么在二弟面前倒像个聆听问询的家奴？都好，都很好。既然都好，为何现在才归？当时一直病着。什么病？严重吗？病情什么时候好转的？我问什么？你哥才回来，当你哥是你的下属不成？大哥这些年在做什么？当年商队出了意外，后来我在军中闯出了一番天地。这关算是过了，二弟身在朝堂，应该懂夫君的抱负。这些年多亏了罗娘，她不容易。夫君在外厮杀，才更不容易。不容易。大哥死讯传回后，他赡养公婆，照顾我这个累赘。军中何等艰难呀！我的儿，
都是你爱吃的，娘都记得。娘费心了。去通知夫人用饭。是，二爷。账房男主人的位置只能是排位。祖母，我要吃饭。乖孙孙，等你母亲到了，咱们再吃。我娘就在那里，我要吃饭，我要吃饭。刚刚老夫人说的母亲是林之念。娘，怎么不吃饭？对，吃饭，给我乖桌吃饭。我说要吃饭，聋了吗？没听到我母亲的话。小少爷若不喜欢吃糕点，奴婢去拿别的。饭菜就在眼前，拿什么糕点？二弟，这些狗奴才就是欺主的，你不管？以前家中贫苦，大嫂忙碌一天回来，常常让爹和娘先吃，娘心里过意不去，就定下了这样的规矩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开饭。听老夫人的，开饭。是。快吃，都吃。怎么不吃了？孩子都饿了，大家吃。见过嫂嫂。罗娘见过姐姐。我看你怎么接，你若不开口，就是目中无人。孙儿见过祖母，见过二叔，见过两位贵客，小哥哥同安好。让娘久等了，是儿媳的不是。来了就吃饭。都是娘爱吃的呢，大家吃吧。你大哥饱了吗？既然饱了，林姑姑给大公子上茶。母亲年纪大了，不喜吵闹，大哥多多包涵。只能吃3块，再眨眼也没用。你先坐下。我还有些事，先带孩子回去了。虫虫吃饱了没有？娘，他平日也这个样子，吃了就走，当咱们是陪他吃饭的桌椅板凳吗？就是，忙还能忙过二弟，就能不敬娘了？你看看他平日就这样，家里的下人都不听我的。老夫人，您该吃药了，奴婢扶您去吃药，一会儿再和大爷二爷聊，身体要紧。大牛，你等着娘，娘去吃个药。老夫人，您糊涂啊！您真要认下大爷？大牛回来了，什么认不认的？他就是我儿子家里的大爷。那二爷的名声您不要了？关程错什么事？再说，咱们当初不都以为大牛死了，也是为大房好，大牛能理解的。老夫人，您忘了二爷现在的身份，大爷若是回来了，您让二爷以后怎么在朝里当官？外面的人会怎么笑话二爷？为了一个大爷，让全汴京城以后都戳您的脊梁骨，您还怎么在世家老夫人面前做人？岂不是永远低他们一等？他们敢！我儿子可是3品尚书。正因为二爷是3品尚书，外面的人才更盯着陆家。肩头说的好听，是二爷顾全大义，可大爷如今活着回来，这么大的把柄落到别人手里，二爷能不被人指指点点吗？那些夫人又怎么会放过笑话您的机会？您一心为大房考虑，最后反倒让自己和二爷里外不是人。这怎么就笑话您了？您说笑话您就那么笑话您，可那时候也是逼不得已。外人才不管是不是逼不得已，只看到了结果。那些见不得陆家好的，就等着抓二爷的错处。如果二爷倒了，您能讨到什么好？老书人的封号都能被人夺了。下个月我还得和那些名望老夫人去法会，没这封号我怎么出门？这么严重？能不严重吗？死了10多年的大哥突然回来了，全汴京城都能听上一场打戏。那些世家夫人们还不落井下石，指不定故意在家训里写上一条，见陆家老夫议事，毁宗族基业不可取，杀人诛心。您的身后名都毁了。不行不
行不行，绝对不能丢这么大一个人，不能让那帮人看我的笑话。依奴婢看，老夫人不如认个干亲，或者就说是远方表侄前来投奔，这样大爷既能留在您身边尽孝。万一有人认出大儿，都10多年了，就算有人认出来，您就说自己思子心切才觉得亲近，谁又能拿得出证据？大爷的坟头可还立着呢。我当年就说不要那么做，你非不听。现在好了，成这个样子。什么叫我不听？当初你不是也同意了？我拦得住你吗？你又哭又闹的，你还不是恨不得早点给长子添了香火。老夫人、老爷，二老当初都是为了大房好，大爷自然会感恩的。若是不感恩，大爷岂不是不孝？大爷也是，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偏偏您二老进京享福了才回来，这不是见不得二老好吗？大牛不是那样的人。是，大爷当然不是那样的人，大爷肯定回来找过，只是那时候咱们已经搬走了，还是二爷的名声不够大，要是名声够大，大爷早就找到咱们了。老太太，您也是深谙此道，才教养出二爷这样好的儿子吧？规矩到底还是欠了些火候。大牛不能认，您的儿子为了母亲自然什么都愿意。再说了，奴婢看大爷和罗夫人琴瑟和鸣，您保住了他正妻的位置，罗夫人还不得加倍孝敬您？我也是为了他们夫妇好。谁说不是呢？罗娘和孩子呢？哪儿去了？可不能去大房，大房的门都不能踏进去，否则有理也说不清了。看时间不早了，我让两人去您后厢房休息了。在我院子里就好，以后就住我院子里。娘想跟你说，大牛啊。娘，您怎么了？承错，来，你和大牛聊聊这些年的事儿。你爹身体有些不好，我去看看。爹怎么了？我们去看看。没事，承错，你跟你哥好好说说，他离开的太久，有些事得让他明白，不能光明正大回来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哥先下去休息，明日再说。叙旧什么时候都有时间。娘，我爹到底怎么样了？你也累了一天了，娘带你去看看你爹，看完赶紧去休息。爹更重要。明日将西厢房开成3间，分别开3道门，以后庄户和铁匠的人来，绝对不能碰上。是。夫人，季公子擅自揣摩您的心思，您惩戒他就是，为何还要如此麻烦的留着他？揣摩心思是人之常情，为了这点小事就办了他，那你天天揣摩我的喜好？夫人不要啊，奴婢只是逗你的，小事罢了。夫人，二爷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我近日会让下面的人对金兆业出手，死罪证据确凿，这样会在他那里打开一道汴京城的缺口，让我们的人进来。死1、2个人能空出多少位置？慢了，他们歇下了。安排在了娘的院子里。爹娘具体什么意思？爹娘年纪大了，这些年身体又不好，我觉得尽量不要有意思的好。也不必如此。我对他回来的事没意见，只是别那么不懂事的说话就行。大家都不是需要姐妹的人，边界感清晰一点为好。爹和娘也不容易，是不容易，他们躺着就把福享了。回都回来了。刚才春草说了一下罗家，挺有意思。刚才还说什么来着？回夫人二爷，罗家是皇商柳家下面较大的供货商，柳家历代都有送女儿入宫为贵人的习惯，这些年更是走了运，被三皇子收拢。奴婢觉得大爷这次回来是冲着二爷来的，罗家想通过二爷的事给罗家铺路。难得大哥惦记我，有这个功夫，不如他自家动动关系，给他们二姑爷生一生更有效率。曾经我也有意让他从武，看看能不能为他引荐梁道司，只是一切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。这么多年只做到了百户，估摸着他跟的将军也没真正上过前线。您的意思呢？都好，大哥离开多年，在外有自己的生活，与罗姑娘情深意重，我觉得贸然改变也不方便。虽然他回过老家，可人有相似，仅凭找我麻烦的人，也不说明不了什么，未必就一定是我大哥。就你心思多，也不看看你现在都快烈火烹油了，还敢弄这个？名声污一下对你未必是坏事，他回不回来都一样，日子也一样过。春草也说了，他们居心叵测，你哪有时间应付他们那些心思？平白给你添乱，还是别让他们进来的好。何必？罗柳两家的火波及了你就不值得了。罗家女儿动静这么大的进来，柳家会没人盯着，让他们跳就好。京兆尹的事让我们的人避开些。季缺今天来也是谈这件事。季缺这几年对你倒是越发恭敬，商部一把手的位置他也做得稳稳当当。他好用，只要是我的命令他都能办妥。他当初为了压魏迟元一头才找上你，
如今死心塌地为你卖命，对我倒是一直隐隐挑衅。管他起因是什么，人能用就行。他那边怎么说？鸡的人手和货物流不进汴京，城内外的营生和土地全是有主之物，早就被各方势力瓜分干净。历朝历代赚钱的买卖都在官府和世家手里。我的办法暂且能撕开一个缺口，但我们的人必须快，否则周边的士族会第一时间反扑。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？我今天已经让各地的戏盘茶馆书匠都开始动了。汴京只是个缩影，我们一直进不了冲要之地，唯一次在交高县有突破，还是因为……所以这次我们不抢地盘，从认知上打开一个缺口，让我们的人一拥而入。认知？对，商铺和田地并不是主要目标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休息吧。魏迟渊应各氏族之邀来汴京开坛祭天了。当初在交高县，他为了他，连魏家的声望都动摇了。比起大哥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威胁。怎么，明天不早朝了？你呀，就是心思太重。别动，都长白头发了，我帮你揪了。怎么了？能有什么事？下人们怠慢你了，不像话，不知道你身子重，让他们进来。是我让他们下去的，别添乱了。那是怎么了？你别闷在心里。不就是一顿饭，虫虫又不是没吃过，今天偏偏像饿死鬼投胎一样，规矩全被那两个不知道从哪儿过继来的野孩子比下去了，害得我在陆老爷面前颜面尽失。你那个前妻以前就这样不爱说话，几棍子打不出一个字来。好像是吧，时间太久了，想不起来。你看看他，见了你像没看见一样，哪有一点妇人该有的样子？可能是太高兴了吧。什么？他以前性格挺闹的，现在这样只可能是太高兴，激动的失语了。他今天慢慢看下来的那一眼，以前也这样好看，我是不是该去看看他？只提一提就心神不属呢？随便吧，一个女人而已，以后都在一个屋檐下，乱不了大事。陆大人跟我想象中不一样。是，我都没认出来。你说你弟是你一手带大的？小时候我爹娘身体不好，从他出生就是我带着他。难怪大房能分到这么大的院子。我看他跟你也不亲啊。小牛小时候撞过鬼，撞鬼后手脚像不是他的一样抽搐，村里的大人孩子都不喜欢他，说我爹娘身上的病就是他克的，他怕克着我。是吗？有什么好骗人的？你别打扇了，让下面的人来。来人。没事儿，我来就行。我说不用就不用，请罗姑娘吩咐。你过来打扇。是，爹娘有心了，洗漱吧。明天一早咱们去谢谢娘。大户人家规矩大，明天我势必要压林三丫一头，让这府里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长房。早饭不吃了，让人撤下去，赶紧给我梳个梳人头。是，有人陪您说话也好。活了大半辈子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大清早来给我请安的。娘，姐姐怎么还不来？来做什么？是不是买到次品了？什么次品？这可是千金难求的好料子。去把去年夏天知念送我的那批锦缎取出来，那才叫鲜亮。说到姐姐了，姐姐怎么还不来？来做什么？自然是给婆母请安，谁家媳妇儿不给老夫人请安的？她忙，不讲究这些。再忙也要来看母亲才是。这是什么话？万一因为看我耽误了查账，让那些庄头掌柜贪了家里的银子怎么办？分不清轻重。谁分不清轻重？姐姐这是不孝。哎呦，你想被杀头呀？那么大声！皇上亲赐的至孝至善，你要反驳皇上？皇上什么时候赐的？可他都不向母亲请安，孝在哪里？大牛死了15年，我和你爹是他看顾到现在，你说哪里孝了？你看，是不是你这颜色不好，偏暗，织法也粗糙？我这还是去年的花样呢。你买的这料子还不如我去年的样子，你说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你怎么那么不会看东西？那是贡品，瞎了眼的老钱婆，这也能被说成没眼光？是儿媳眼拙，没见过什么好东西，让娘见笑了。逗你的，
还当真了。不过，你确实没眼光，以后可不能乱花大郎的银子。抬下去吧。娘刚才说姐姐管着府里的账目，那一定十分辛劳。儿媳不才，在家中时也帮爹爹管过账。若是姐姐不嫌弃，儿媳可以帮姐姐分担一二。我不管这些，不知她累不累。儿媳听着，怎么好像娘不经营私产的样子？二爷这么大的官，娘不可能没有私产才对。还是说没有人给娘私产？有，怎么没有？知念擅长这些，就都交给他打理了。别说，知念是真会生钱，这银子啊，都是一翻再翻。对了，你和大郎的银钱也可以放他那里管着。就今天，你把你和大郎的银子取来，娘给你做主，给知念送去赚1倍回来。你姐姐不敢不收。我是来接手陆家产业的，这死老太婆竟然要我把家底交上去。娘，我和大郎哪有什么银两？成婚10多年，你们没有私产？娘，哪能啊？我们入添了卢家的布布，现在还没收上钱来，等收上来了，一定都拿给母亲。罗家的布庄岂不是你家的产业？算知道林三丫为什么不来给老东西请安。乡野出来的老太婆，跟他说不明白。我爹给的分红很高。娘，时候不早，我去看看姐姐。昨日也没机会和姐姐好好聊聊。不知道罗姑娘急什么？没有长在老夫人身边的人就是不行。哼，可不是。大房的地方比我想象中还大，这是我父亲穷尽一生也不敢造的向往。麻烦帮忙通报一声，就说罗娘子来拜见姐姐。罗家娘子安好，我家夫人不在，劳您跑一趟了。出去了？是。去哪里了？老奴等不敢追问夫人的去向。他自己的相公回来了，还带了妻子孩子，他竟然出去了，他心多大？买张符咒死自己吗？这是根本不给我进去等的机会。这里距离正院还远得很。好，你们夫人都这么……你们林夫人是什么样的人？好人？他们夫人脑子有问题，家里这么大的事不处理，反而出去了。出去！程程，去外面玩。怎么了？小心肚子里的孩子。怎么了？你那个好妻出门去了，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他出去了？怎么会？今天不该是我回大房收拾院子的大日子？可不是，门都没有让我进，好像我会偷偷进去一样。还有你娘，说我们拿去的东西这不好那儿不好，她一句话都没去，不是摆明着羞辱我们吗？不会吧？是不是？我不管，你现在就去，赶紧把咱们的人提进来。我现在就要见到腊梅，我脸都要丢完了。别哭，别哭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小心肚子，我这就去看看。莫不是不想见蓉儿不像话？他以为躲着事情就不存在了。就算季缺和季晨昨天不提，我也觉得该到时候了。夫人，去饭楼还是去静馆？去静馆。在管控森严的帝国，第一桶金真靠卖乡间小调。半年前，我让各大戏盘说书夫士开始讲西游。今天恰好是大结局，攻破他们注固的利器，一直都藏在改动过的结局里。后来，我们一步步成了戏院背后的最大老板，汴京的文人卷得飞起。好在我手里还有奇观这张牌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对这封建王朝进行初步试探。夫人，静馆到了。静心守志，可会至道。真佛显灵了！譬如魔镜，构去名存。佛法无
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勿使惹尘埃。阿弥陀佛！惊艳的视觉加上世代沉淀的大哲智慧，我要的效果达到了。为佛发声只是第一步，这股势能才刚刚开始。你是我取经路上救过的小童，多谢老施主收经，我欲渡你成佛。吾已在于吾之净土，为吾民守安宁，与圣僧所求并无差别。老人家可有心愿未了？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吾之心，只愿不负前路先贤，不负后世来者。为天地立心，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夫人，这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？隐者入室，咱们的人才能趁机融入啊！让其他场次正常结局。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不继续？稀有才是传播最快的方法。明天静园开唱九品芝麻官，茶馆开说小诸色探案。是。为天地立心，那老者说的才是真道啊！为万世开太平，这次震得我到现在手还在抖。发芽的也敢拿来充数，回去重新取3倍的粮来。大人，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？不能因为你们要享乐，要悟佛，就用一个阶层的血肉来供养你们的盛世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那师徒4人和老知县的背影，如今做双经了，取各自的真经。这说法真是绝了！绕到北市，给老夫人买些她爱吃的糯米糕。是，夫人。魏主棋艺又精进了。不敢。时候不早了，方丈晚课要紧。魏主请。方丈请。外面的学生都吵翻天了，还有他们在议论中提到了那个人的名字。师父，今日晚课，半数俗家弟子递了词状，连洛阳封家公子也在其中。医学医，俗家弟子都要走光了。为民守宁，与极乐净土无异。阿弥陀佛。我是大房大爷，竟然连自己的院子都进不去，分明拿着陆家的钱乱挥霍，还给自己养上护院打手了，简直胡闹！公子，老夫人到处找您呢，让您回去用晚饭。你们也听到了，都这个时辰了，你们夫人还没回来。公子稍等，老奴这就去看看。去看看什么洞天放地，我还是不能随便进。公子巧了，夫人刚到廊境就被老奴遇到了，如今正赶过来，您稍等。这么巧？好，好得很。仗着二弟没成婚，母亲传入，林三丫在这个家里作威作福，难怪敢不见蓉儿。是怕蓉儿分了他的权。林三丫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谁？这里是陆家，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姓陆。您是谁？你问我是谁？林三丫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？你住的院子都是我的，结果你的人堵在这里，连进都不让我进。所以，你是谁？我是陆大牛，你丈夫。还有这样的事？可公婆和二弟谁都没有告诉我这件事，这是多大的事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说。所以，
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我实在抱歉，我成婚半年，夫君就死了，又过了10多年，实在记不起夫君的长相。若公子说的是真的，公婆二弟怎么从不曾提起？甚至昨晚用饭的时候，我家孩子说2位是贵客，公婆也是默认了的，还望公子谨言慎行，勿开玩笑。爹娘思乡，对谁都能哭儿说女，死了10多年的人不是儿戏。这件事还是等爹娘和二弟认下，开了宗祠，我才好说是我死了的夫君回来了。昨天闹了那么大动静，合着连陆大牛都不是。若是公子无事，容我先行告辞。对了，我刚从婆母那儿回来，婆母说你的夫人送了她几块破布，你让她别往心里去。我婆母人实在，说话直，难免得罪人，还望贵客海涵。什么破布？那是我们送的见面礼。娘，您没有跟三丫说我回来了。你这孩子发什么疯？他又不是不知道，不是他赢的你们吗？他现在说不知道我是谁，忘了我的样子。他真这么说？那还有假？他不但现在才从外面回来，还说不记得我的样子。刚才就因为这个，阻止我进我自己的院子，那是厂房大院。看来程茶真跟知念通过气了，这是都不想认大牛了。毕竟死这么多年了，老大回来确实难看。你想多了，知念怎么可能说那些话？估计是你很久没回来，生你的气了。娘，必须让他过来。吃饭了，你叫他干什么？你看你回来，又是妻子又是孩子的，谁可能高兴？蓉儿，妈没有说你，不过你们也是，怎么还一起回来？这跟那些是两码事儿。现在是他连属于我的院子都不让我进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你看你还真为这事儿急上了，一个院子他不让咱进，咱还不进呢。饿了吧？咱们吃饭。当务之急是把他叫过来，好好说说我是谁。现在，娘，你让人把他叫过来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人是我请就能来的吗？知念现在能给我送个糕都不错。我饿了，先吃饭。好，我让人去叫。林武，你去把大夫人叫过来。他忙了一天了，你叫他做什么？娘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那娘现在把他叫过来，你跟他对峙什么？我要进我的院子，那是我的院子。你的院子在坎沟县陆家沟，扩大点地方，去那儿干嘛？什么陆家沟？我是说前院。整座府都是你二弟的，哪里是你的？前院更不是你的。你别忘了，陆府是皇上赏给陆尚书的，你是陆尚书。至于前面的院子，那是你二弟借给你们住，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林之念的。可以说咱们现在住的全是你二弟的地方，你可不能乱说，影响了你二弟将来高娶，惹得未来二弟媳不高兴。这么大的大房大院就被婆母轻描淡写的说没了，都没分家，这里怎么就不是我们的家？吃饭吃饭。娘，您说什么呢？您还健在呢，二弟又孝顺，这就是您家，是陆家。您总那么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二弟不孝顺。我说的不对？不是不对，就是外人不明就里，容易说二弟的不是。言官有那么瞎？你要是一直没死，你弟出去做官，我就会和你守在老家，建个大房子，以你二弟的功勋开个宗族，以后咱们陆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了，哪里会跟着你二弟进京？不进京，你二弟的宅子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他的宅子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是出了意外？是啊，意外了10多年。你们陆家真是有意思。你先下去。是。我让你把我们的人带过来，怎么还没有带过来？我不是在等林三丫，他今天为什么说我不是陆大牛？他说跟你只相处了半年，还是10多年前的事，认不清很正常。要让爹娘和二弟去跟他说。他不会是不想认你吧？这又不是他想认就认，不想认就不认的事儿。除了爹娘和二弟，这府里根本没人能证明我是陆大牛。如果他们不提，我连陆大牛都不是。娘也真是，又没有分家，提什么谁的宅子不是谁的宅子？是那么个理。估计姐姐还是有些不高兴我和虫虫。明天我再去见姐姐一次。你给爹娘的见面礼再加厚一层。还怎么厚？都那么厚了。
姑娘在饭桌上，快把那位公子的后背都掐青了。那位公子和姑娘不会惦记着咱们二爷的宅子吧？奴婢觉得像。你们说那人真的是大爷吗？如果真是大公子回来了，说什么呢？夫人，安排下面的人在他们二人面前多提提我早年西市卖笔、地里抢收、为地求药、亲事公婆的往事，尽量6班倒。半夜窗户底下也给他们安排好人。是。好事就要传千里。大牛，快去把猫赶走，真是吵死了。你是没见过大夫人苦的时候，见过了你就不说夫人命好，而是说好人有好报了。怎么说？大爷刚走那年啊，是大夫人一次次把老夫人从房梁上拖下来，那时候陆家连锅都揭不开，哪吃得起药？大夫人想都不想，背起背篓就进了大山。那坎儿沟的大山，连老猎虎进去都容易迷路，毒虫大猫数都数不清。那片山要救深又险，每次进去也不敢往深处走。大夫人却进去了，一次次滚下山坡，一次次爬起来。到了冬天，大夫人的手上脚上全是冻裂的血口子，人看着都不像个人样了。苦的何太爷这些，大夫人拖着病体一天一天的熬，坚持给他请大夫熬药施针。咱们夫人真是心善，换做心狠的早离开这个家了。她留下来撑起这一切，也算对大爷在天之灵的安慰了。可不是，大爷若是在天有灵，看得见这一切，得有多欣慰啊！好在二爷成才了，夫人也算熬出头了。二爷成才路上更难，陆家穷啊，纸笔都买不起。夫人就半夜去坟地里捡挽联，把纸钱蒸齐拼一拼当纸用。私塾老师不肯教，夫人就自己去偷听，回来再讲给二爷听，一考就中。老天保佑，大夫人这是苦尽甘来。听上瘾了是不是？还不去把人请走？这屋里面住的到底是不是大爷？别乱说，应该不是吧？大爷没那么不堪才对。听春草说，对方跟大夫人说话可过分了。大夫人如此为陆家，如果住进来的真是大爷，大夫人得多心寒。还是不要试，太对不起大夫人的付出了。也是，换作是我，一心为家付出，结果他又带回来一个，还不念我的好，我恨不得他真死了才好。走走，不提了，都过去了。心疼他不容易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想什么呢？怎么还哭了？别哭了，肚子里还有孩子。他们就是说给你听的。哪有，就是几个下人说小话。我也不是拦着你不让你回来，我也想回来为你尽孝，可那几年不都是为了你的前程，没有办法。我知道，当年他一次次进大山确实不容易，但我回来时有问过他的不易吗？我知道以后一定好好待姐姐，连爹娘的一份也补回来。他说你那事儿，我们都可以不计较。奴婢怎么闻着喜乐院的井水都是甜的？可不，因为真是甜的啊！当年大夫人新修府邸，知道老夫人讲究，爱用天山雪水泡茶，就托二爷请了给皇家打井的皇工，走遍整个陆府，根据五行八卦才打下这口井。真的呀？因为井在这里，大夫人还特意把老夫人的院子定在这里。大夫人说什么都要给老夫人最好的，让老夫人多享福。大夫人性格真好，大夫人好，大夫人妙，怎么不说大夫人不来，老夫人就不敢吃饭的事儿？下去吧，这里不用人伺候了。是。夫人，外面的人配合汴京城的双京已经动了，家里的茶色酒楼从今天起全面展开实践与空想的论辩，邀请的几大书院中已有5家给了回应。谢尚书推了唐侄谢玉书出任水山郡郡守，谢玉书一拿到文书就给咱们焦高郡发了拜访函。另外，北列的许将军传信，想让这次小征的将领出发前来拜会您。谢家正常接待。谢尚书还有5年之心，变数太多，不必在意。许将军手下的小将我还没见过，正好见见。是，这段时间的重点依然是双京，继续加码，必要时制造些冲突，把事情再推高一步。只有敲碎旧思潮，才能谈变革。明白。另外，让下面的人盯着京兆府尹李抗。李大将军一旦身死，舆论上必须着重强调一点：国之将领，为国为民，怎不可以功抵过？夫人，不对吧？若是这样造势，二爷动了他，岂不是要被外面的唾沫星子喷死？夫人，
看到了什么？大周版图辽阔，大周将领誓死驻守边疆。驻守在这里的军队叫什么？李家军啊，战无不胜，百姓都知道。另一个名字呢？好似是镇东军、抚顺军、远征军。大周远征军。可现在普遍称呼这支军队叫什么？李家军。一支大周的军队，为什么叫李家军？李家喊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就没想过这是在谁的领土上，还是连李家人自己都觉得率领了50年的军队就真的是李家军了？百姓觉得没什么，但皇上会觉得没什么吗？所以二爷选李浩是必然。但是我能想到的就不下3方势力想让李浩死：第一，皇上；第二，二爷。李浩一个武将兼任文官；第三，士族，手还伸到了东边局势上。他的死已经成了必然，这与他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早就没有关系了。奴婢懂了，夫人重提将领为国为民，是减二爷的罪责，避免二爷杀名将遭史书唾上。是提出家军与州军的概念，让国之将领攻破家之将领的观念。是，你说的对，一切为了二爷。夫人对二爷那么好，二爷也对夫人最好。二爷昨晚没回来，回夫人没有。若是没回来，李府尹在抓捕中大概率已遭遇不祥。既然为皇权办事，不可避免会撞上大周第一权臣徐首府。李家大小姐，是不是二爷初到汴京时帮过他拦下士族子弟刁难的那位姑娘？我似乎也见过，依稀记得是位精彩奕奕的姑娘，的确是段好姻缘。可如今隔了杀父之仇，行了，去忙吧。这几天什么都没做成，险些被林三丫拉低了认知。当务之急是为三皇子拉人，如今几位皇子筹码相当，陆简臣就是那个变数。他若倒向三皇子，边关几大城池都会倒向三皇子。父亲打探到季缺在汴京，让我们用陆家的名义递拜帖，借季缺的路子把罗家生意销往海外。可我以什么身份给季缺下拜帖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是。不能等了，也不能跟林三丫硬来。秦言，奴婢在。收拾我的箱子，把好东西都带上。您这是要去见谁？去见大夫人。小爷家的鱼怎么样？回公子，好。夫人真没空见我？真没有，公子您都问好多遍了。公子，确定让奴婢去问第2遍？鱼胖了不少。徐首府的履历太干净了，叔伯堂表兄弟死的一个不剩，唯独他这一副儿孙满堂，妻妾和睦，世家大族里这几乎不可能。夫人，罗姑娘求见。不见。是。夫人，罗姑娘跪下了，说您什么时候见她，她什么时候起来。那就让她跪着。林三丫真敢就让我这么跪着，她就不怕我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？我若真跪掉了孩子，那对只会推诿的公婆也未必心疼。你倒是进去帮我求求情啊！哎，你跪下干嘛？罗姑娘，戴夫人心善，不如我们一起磕头吧。磕头，夫人或许就见姑娘了。看，姑娘，像这样。夫人让姑娘进去，请。罗姑娘，奴婢就说有用吧。姑娘若是早点磕，肯定不用跪这么长时间。是奴婢不好，没有提前告诉姑娘。夫人心善。夫人让姑娘进去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请大夫？不能闹，正事要紧。多谢2位姑娘。善良，哼，果然是个难缠的妇人。柳家的双面叠画工艺，她竟穿着它随意坐在这品茶，这些早晚都是我的。姐姐来的也巧，
尝尝新上的春色。多谢姐姐。姐姐可是不喜欢我。姐姐，我理解，都是我不好，可我也是清白的女儿家，有自己的骄傲。我与相公成婚时，并不知道他有婚事在身，我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的连理。我若是知道，绝不会嫁他。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姐姐若是介意，我走就是，只求姐姐勿再说相公不是相公的话。慢走。姐姐果然恨我。的确不喜欢，因为你们像是觉得我愚昧无知一样，说些让人贻笑大方的话。比如他进门就说让我好好待你，知道的是他心疼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带回来一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，非要讨个承诺才能活下去。还有你，同为女子，你相公死了10多年，突然带回来一个女人，你会怎么想他？哭闹他辜负了感情，恨他带回来的女人，还是高兴他还活着？罗蓉儿，我是一个当家妇人，不是10几岁指望男人过日子的心腹。我只会疑惑他10多年做什么去了，现在为什么突然回来？哦，原来他10多年后长这个样子，仅此而已。背叛再娶，按大周律例，最短流放1年。要不你们先去流放1年，回来再跟我谈。流放？他，姐姐。还有，姐姐长姐姐短的，你不觉得自己像只争夺男人宠妹的鹌鹑一样柔弱的可怜？我这种眼神就对了。一开始我以为我会见到一个干净利落的罗二姑娘，一个在罗家织造没落时毅然站出来用1300支工艺力挽狂澜的罗二，一个面对催账恶霸果断夺下账单说2个月还清的罗二，甚至在被不知感恩的父兄逼着远嫁时毅然嫁给陆大牛的罗二。你最新记忆，连怀孕哺育期间都能凭1500支拿下柳家订单，让罗家一跃成为柳家第1大供货商。我说的对吗，罗二姑娘？你知道你的1300支最初是谁下的订单吗？焦膏。那年你高密的织法弥补了棉产量不足，我替那年没有挨冻的所有人谢谢你的织法革新。可你偏偏用那样的语气叫我姐姐，让我应也不是，不应也不是。不知道陆大牛怎么跟你说我的，但他10年没见我了，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样子？反而是你叫我姐姐的时候，根本没把我和你放在一个水平上。我能看中你的织造品，看懂1300支的意义，你觉得我会是庸人？是你一句姐姐就能打发的女人，所以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，就拿出你对付你父兄的手段，胜我一筹。要不就跪下从我手里讨食，我或许会赏你一点。除此之外，今天这样的伎俩少用，拉低你的存在价值。下去吧。我竟然像个跳梁小丑一样，在他面前表演着无知。短短2日，他对我了如指掌。第1局交锋，我输的里子都不剩。最屈辱的是，他高高在上的打压我，我却恨不起来。连我娘和嫂嫂都觉得我狼子野心，可他却看到了我所有的荣耀。没有棋逢对手的畅快，只有无奈，因为时间不站在我这边，而他在这个位置上经营了10多年。如果我是他，我也绝不会让潜在的对手进门。他未必是我夫君，那不是计划，他是想一棒子把我们拍死，从根上一劳永逸。不对，公婆不可能同意，他也绝不会答应。就因为他一句不愿意，连陆家亲儿子都不认了。我太慌了，竟被他打乱了阵脚。公婆在儿子和儿媳之间，绝对会选亲儿子。如果认了，我提的平妻势必要分薄他手里的权利。一个插手过大总布匹交易的女人，怎么会甘心退回后宅相夫教子？10个陆大牛也抵不上常大夫人的位子。感情在权力面前，一文不值。我刚带孩子四处转了转，原来这陆家比咱们看到的还大，竟然还有个西侧院。我刚跟厨房要了一桌席，嘿，回到自己家，高兴，我回来了。他怎么说？没生气吧？应该谈得不错。我就说林三丫说不认我那就是胡话，还能拿这不是当理说？
原来没人争抢的男人，尤其是林之念根本不屑去抢的男人，也不过如此。他现在简直就是个笑话。青言，你额头处理过了，多谢姑娘关心。去拿药再处理一下，不要留下疤痕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大牛的官职调到汴京来，绝不能让他被除了职。夫人，这红烧狮子头还是您这里的厨子做的最好。夫人尝尝这笋尖，我亲自去山上挖的，一早就带过来了，一般人可挖不到。怎么样？那座山里住着的人来汴京了，他来了，他知道吗？静园的曲目谈进来了，平常茶楼愿拿出每年30%盈利，换取静园1半曲目的演出权。顾惜茶社祈愿拿出50%盈利，也都在谈以曲目做股，包括我们今后所有分成曲，有这2家带头，我们手里的茶颜丝纸药材便能按照头中立章程，大规模有序铺开。说起来，四海商会是你组建的，你还打算整合户部名下3大商行，再借四海商会之手，谋划谈天下钱粮。我一个商库，官产民户，户部每日经手的天下银钱稍有转动，便足以压垮我们。也正因此，这条路我们一直不敢碰。你替人托管家业，隔开风险，做得很好，不要埋没了这份才华。前路有趣得很，远超你的想象。我好像明白了，我先告辞。夫人，有事要去拜访我舅舅。夫人，林府尹伏逐，重要人员外逃，陆大人全城搜捕，全城戒严。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出事了？兵变、造反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有这样的条件。刘老爷子亲自给我写信。李府尹刚出事，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人，就像无头苍蝇一样问到我这里，他们何曾如此待过我？这就是权力，仅仅是因为我是陆大人的嫂嫂，这权力带来的实质好处，让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，这风雨中的高高在上，让我觉得周身温暖。你回来了，陆大人可回来了？娘说她今天有事，要不然就不回来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叔叔肯定忙得不得了。要回来也很晚了。衙署里可有吃食？要不要给陆大人送些吃的？哪用我们，他们都有专门的人管这些。也是。你知道下午发生什么了吗？不知道。李府尹死了，他的属下抗旨不遵外逃。死了？死了？刘老爷的信中不是说被抓，怎么就死了？什么时候死的？死了多久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二爷派人回来说的。罪犯服刑，有人逃出，让关好门窗，不要外出，谨防出事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憋住的？姑娘和公子也没问啊。李大人已伏诛，不能让他们看出我们处境尴尬，要拿捏住分寸。叔叔主审此案，近日公务繁忙，不敢让诸位前来拜访。各位安心行事，眼下并无大事。有时间，我和大牛会回去看望诸位，让人连夜送出去。是，那个位置，我绝不可能放弃。我没想到二弟是主审，这么大的事他一点口风都没漏，难怪今晚还没回来。是啊，谁能想到呢？你先睡吧，我等会儿二弟。我陪你，让厨房煨上汤，等他回来能吃口热的。还是你细心，你还怀着身孕，熬不住，去睡。再说二弟也不见得回来。公子去睡吧，二爷未必回来。我也睡不着，等会儿。每次我进山，二弟都会在大门口等我。长大了，难得我等他一次，万一回来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二爷，大公子在喜乐堂等您。
爹爹，怎么还没睡？回二爷，两位公子刚才起夜，恰好您就回来了。睡吧，明天还要去学堂。以前无论严寒酷暑，都是我缩在角落里等大哥回来。大哥不回来，就是我的死期。其实我不该问他为什么10几年不曾回来，那样没有盼头的家，谁愿意回？直到他娶了她，整个人才变了，变得爱笑，有了生机。可他最后还是走了。不困，反而是你，忙了一天，辛苦了。刚才听着动静，以为你回来了。那个，谢谢你这么多年来把家里照顾得这么好。不是我照顾，我那时候自己都活不下去，更照顾不了二老。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是谁在辛苦，是谁撑起了这个家。是，他大嫂确实辛苦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回房了，别送你，赶紧休息。大哥慢走，回去吧，赶紧休息。我没用力，回去吧。到底死了没有？确实死了。没有，小姐，奴婢在外面打听了，街头巷尾都说没有死。大人说死了，外面的人却说没有。是角力，这件事根本没结束，上面还在深究。某些涉及此案的权贵，现在绝对不敢轻举妄动。罗红，我要给刘老爷去信。不对，现在可不是我求着他们的时候，等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撞了南墙，再求到我这里，才知道我的真正价值。罗红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怎敢劳烦小姐？无碍，我正好也熟悉这府里的环境。现在尽快让那个女人腾出一点位置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属于我的大权，我要一点点拿回来。夫人，您看这牡丹开得比昨天更盛了。莫不是昨天的事吓到了，发现家里终究还是不能没有男人，故意来找我偶遇，我就多练一会儿，给你个退一步的机会，也让你开开眼界。夫人，那边的海棠也还开着，风景比这儿好多了，奴婢带您从那边走吧，免脏了眼。刚成婚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曾幻想过这样的场景，他行武从军，建功立业，我守城行事，掌管中贵。可笑，不用，过去看看。底盘倒是稳，力量也足，可惜罗家请的师傅教的全是些唬人的花盘子，杀招太少，10年的生死军营经验全被这些花里胡哨的招式盖住了。人品下头只能算前任夫人倒霉，但凭他的底子，既然回了陆家，该用的还是要用，就当个看家护院的狗也不错。让秋萍每天在他面前练3板坊，不改路数，没建树了。是。林三丫，他这些年一个人撑起陆家也不容易，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不能跟个女人太计较。你的事我听二弟说了，这些年多谢你。还是再多听一点，再说谢不迟。我知道我对不住你，父母和二弟也多谢你照顾。怎么谢？谢谢。怎么谢？我在等你这声谢。我和蓉儿回来的时候对你没有恶意。谢谢，希望你不会觉得这2字贪宝，怪我谢的趋于表面。不会，不会。大哥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三丫，大哥在做什么？练刀。你还没有走，不是很忙？也不是非要我在场，大哥还是要注意一些。这样的天气练刀没那么多讲究，还是注意。行。对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祭祖？怎么突然提这个？
我想今天去衙门把我的户籍重启，顺便请几个熟悉的朋友过来坐坐。大哥，你和罗姑娘关系那么好，有没有想过另立门户？这样也不是委屈了罗姑娘，也能给她正妻正主的位置。你说什么？父母在哪儿，哪有我住出去的道理？像什么样子，别人怎么看我？罗姑娘做平妻，说的再好听，论进门先后顺序，她也是2顺位。我以为兄长想给她最好的。她心地善良，不计较这些。谁不善良计较这些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二弟，你怎么了？这种事不能强求，等你成婚了就知道了。对了，你年龄也不小了，怎么还没有成婚？定下了吗？等你嫂子安定下来，那给你介绍位世家小姐。大哥，你想过和大嫂和离吗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和离我成什么人了？大周哪条律法都不允许我与他和离。是不允许休妻，不是不准和离。难道要他付出一切，再看着夫君另娶，就是仁德？是我考虑不周，没有，是我逾矩了，抱歉，大哥。我在干什么？没事，因为那一幕心生怨怼，还是不高兴。大哥说要祭祖，我为什么不能祭祖？因为我不可见人的心思。可如果大哥归宗，事情只会更麻烦。如果言论影响，让他不方便行事，他会不会直接离开陆家？他就算不是陆大夫人，还可以是霍夫人、林夫人。他离开了，陆家还是现在的陆家吗？不让大哥归宗，是对我最有利的办法。一劳永逸。大哥说的请人来府里聚聚，恐怕要拖2天。行，我就是随便一说，不着急，过几天也行。你去忙吧，晚上等我，我有事。好，知道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起疹子了？孩子有没有事？虫虫怎么样了？奴婢也不知道啊。老夫人，小姐只是吃了午饭，喝了杯茶，就成这样了。这可是大姑爷的亲骨肉啊！娘莫急，大嫂那边的大夫正好在府上，正在为蓉儿看诊。幸好之念向来心细如发，只是这好端端的怎么就起红疹？老夫人不提还好，老夫人这么一说，奴婢才发现不对劲。大夫好巧不巧，怎么偏偏今天就在府上？莫不是早就知道咱们府上要出事，提前备着呢？不好，他不会是要借着失贞的名义害咱们小姐和腹中的胎儿吧？趁着前几日李大人的事，大夫人向外界树立人脉，我们正好利用小姐肚子里的孩子做局，这是最快让陆家人对大夫人起疑的办法。怎么也要逼老夫人认下我们小姐的身份，让罗家人风风光光进府。这丫头说的不是没有可能，为什么这么巧？蓉儿肚子里怀着的可是我真正的陆家骨血，林三丫手里养的那2个小野种不是。他莫非是怕蓉儿生下长子夺了他的家产？娘，你不懂这后宅的阴私，快让大夫停手，我们自己去外面找大夫，否则蓉儿和孩子就晚了。没回来之前，我绝不信林三丫敢这么做，但他分明是怕我的虫虫出生后分了他手里那2个野种的地位，先下手为强。陆家这么大的家业，他的心只能比墨还要黑。闭嘴，别胡闹！你媳妇儿是什么人，我比你清楚。大夫还没看诊，还没说话，你就知道是茶里有毒了？你比大夫还懂医理。林姑姑，给我掌嘴！满嘴胡言乱语，居心叵测。我看分明是你这贱婢做的手段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别打我的火！娘，蓉儿还病着，危在旦夕，您别在这里闹了，行不行？老夫人大可放心，罗姑娘并非中毒，只是碰了些发物，起了寻常疹子罢了。再下去开服清热戒毒的药，喝了便无大碍。发物！你儿是大夫人那杯茶里混了发物！姑爷，小姐有自己的大夫，有自己的药方，求您救救小姐，让小姐在罗家的人进来重新看诊。她肚子里还怀着您的亲生骨肉啊，不能把命交在别人手里。既然有这么大的力气在这里大声嚷嚷折腾形势，想来肚子里的孩子根本没有大碍。这点浅浅拙劣的做局心思也敢拿来在陆家折腾，真是丢人现眼，连知念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这老太婆竟然不接招，肚子里的孩子吓不住林之念，但必须拿来镇住陆家。这委屈我要拿身份来换安抚。夫君，母亲是不是去找姐姐了？快拦住母亲，定然不是姐姐做的。你别说话了，身子要紧。都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去把我们在军中带的人叫进来？可他们还没学好府里的规矩。去叫人！别去，夫君，肯定不是姐姐，你千万别怪她。怎么不是她？
小姐伏低坐小去大房请安，连人都没见到，只喝了一杯茶回来就起了疹子，这就是要害您肚子里的孩子啊，姑爷！林三丫下手真快，我这就去找她算账。别去，不是姐姐。怎么不是她？你放心，这件事她不认也不行，我这就告到陆继晨那里去，一定要让我二弟看清那毒妇的真面目。二弟，林三丫谋害我的子嗣，他是见我们回来了，知道一切已成定局，他就是想办法除掉我的孩子，好给他养的那2个不知所谓的孩子扫清障碍。二弟，兹事体大，这件事你不能不管。他是忘了谁才是咱陆家的根，为了保住他现在的位置，他竟要除了家里为己的孩子。他竟……二爷，去外面守着。是。他是毒妇。我大哥去后第8个年，祭祖告天，入户籍，长房间头2房。陆哥陆在是我的儿子，所以你要除什么根？这陆家到底谁不是根？你肯定是太累了，你在这儿说什么胡话？有些人一旦放手了，不是你拍拍屁股回来就能回到曾经那么简单的。你死了16年了，不是1年2年，甚至不是3年4年，你没有给过他一点希望，你把所有的傅雷像丢垃圾一样丢给了他，然后一个人走了，你这一拳到底在打什么？你放肆！生气？你有什么资格生气？你死后是他一个人撑起了整个摇摇欲坠的陆家，你现在回来能见到爹苗，能见到我，都是因为他。我快死的时候，娘怕过病气，把我扔到后山的坟岗，我再醒来时，是嫂嫂在给我喂药。你死后很多年，爹娘时不时想起你还会哭。后来梦到你没有子嗣，不能托生在此病，他们娘想给你留香火，又舍不得养别人家的孩子，唯恐别人占了家里一点便宜。爹和娘就想到了肩挑。你猜娘当时是怎么跟他谈的？娘上吊，拿命威胁。我当时就想，怎么没有真的吊死他？所以，你这一拳打什么？打我，还是打他？他，你根本没有资格碰。长房嫡子写在陆家族谱的首页首章，比我们任何人都正统。否定他们，不就是说陆家族谱像污垢的册子一样一文不值？大哥说回来祭祖，说得轻松，可你回来了，他如何自处？往后汴京城的人怎么看你？你一次放手，将他一个人陷在泥潭里，现在又要第2次将他置于风口浪尖，你说我该怎么答应你？或者说你活了，我死一次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们都没立场怪他。大哥要祭子，祭我吧，我还大哥养我之恩。夫君也是。陆大人那么忙，你何须这时候去叨扰？就算为了妾身肚子里的孩子，蓉儿也过意不去。小姐，小公子当然要紧，难道看着那人害死了小姐肚子里的孩子？16年，我死了16年了，谁能留在原地？谁不是陆家的根？夫君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他不会害你的孩子。怎么可能不是他？我今天受的罪都白受了吗？是不是他跟陆大人说了什么？我亲自去跟陆大人说，我不信陆大人看不清那女人的真面目。夫君，我死了16年了，16年，他另嫁了。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孩子都那么大了，怎么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像新鲜事一样？嫁了，嫁给谁？陆建成。林之念凭什么？难怪他看我像在看跳梁小丑。陆大人，那他养的孩子难道是16年？林之念的孩子竟然是陆大人的！蓉儿，快请李大夫！蓉儿，你醒醒！小姐，小姐，罗姑娘受了刺激，动了胎气，今日的药量需加3倍，必须立刻服下静养。我本以为生下长孙就能拿捏一切，原来陆家根本不缺孩子，那可是陆简晨啊！药来了，我多想说就是牺牲这个孩子也未尝不可。可就算孩子没了，林之年一根毫毛都不会少。都下去。所以，陆家没办法认我们了。他就是看中了陆大人的功名。不是，当年是母亲以死相逼的。
陆大人没接触过女子，怎么会懂女人的心思？林之念一个寡妇能攀上他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不过是给陆家演戏罢了，都是陆大人看不清。什么好事全让他占，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？额娘，不要，他凭什么那么好命，还让陆继承处处为他说谎？我脸上的疹子，肚子里的孩子受的委屈全没用了，全白受了。为了这点破事，他们就不认你了。二弟说，他说林之念一个人支撑门户实在不容易。他不容易，我就容易了，我连孩子都没了。二弟放狠话了，他说，如果我活了，他可以死。好狠厉的手腕！陆继承若是死了，陆家还有什么指望？他们是算准了要把我们逼死。我曾夸下海口要当正头大夫人，如今岂不是成了整个京城的笑话？你别这样，当心身子。夫君，陆大人他太单纯，他总归是我亲弟，怎么说也要对我们有个交代，不至于绝了我们的路。还没正式摊牌，左右不过是先对外认作亲人，我们不要太悲观。林之念居然在这里设下天罗地网，等着毒死我所有的路，他们就不怕事情败露，落个毒害兄长的罪名？正经亲哥和认回来的远亲能一样吗？可二弟说，也总好过让陆家成了天下人的笑话，好过他的孩子沦为笑话。那也只是林之念被笑话，我还不如死了，也好过让兄弟姐妹笑死。夫人，那边房里闹了那么大动静，奴婢想着总要给他们主仆俩一个交代。昨夜闹那么大动静，今日若不去前厅请安，岂不心虚？必须把我自己彻底摘干净。罗红，那边发生了何事？就是他害自家小姐的蠢货！主仆俩做出这种下糟事儿，图什么？痛！还看什么看？还不快点给我撕下来！这是诬陷，全是林之年那个毒妇的诬陷！撕了也没用，这样的公告，咱们陆府12个院子各贴了一处。滚开！走开！全都给我滚！小姐，你醒醒了！奴婢也不知道会这样。以前府里有什么事，调查结果都是这样贴的。真晕了。夫人刚刚提分散作战，流动作战，难道是我没有领会夫人的意思？还有事。夫人怎么没有跟赵义提北列这次出征的统领吴大将军？以往您都会跟自己人说说他们的上乘，规避些问题，没什么好聊的。为什么？文能提笔瞎白话，武能翻身摔下马，不中为主最奸诈，得一便可失天下，就不是那块料。但这同样也是赵义的机会。大军被打散后，他能快速凝聚流散的队伍，拿到短暂指挥权，保存自己歼灭敌人的流道作战，会是他的核心。总觉得现在年轻一辈上来了，奴婢都要认下，为了小姐。简直丢人现眼！都是奴婢一人所为，与小姐无关。是奴婢心高气傲，小姐什么都不知道，求大人信小姐。罗姑娘要把她再送回发卖的衙子那里吗？大夫人交代了，陆府门第高，不能私自留用底细不清的人。这是府里雷打不动的规矩，没训好的刁奴断不能入。所以您带来的那些人，一个都别想放进来。这帮毒妇是想剪断我的羽翼，我身边连个可心的人都没有，这跟被圈禁的瞎子有什么区别？拖着病体怎么就不能请安了？名门望族的孝顺媳妇，就是要生了还在婆母身边尽孝，她就不行了。真病了？回老夫人，是李大夫亲自证实的。我要是准了，她以后会不会有样学样，天天生病？知念我是没指望了，就指望她了。是罗姑娘的荣幸。她不是病了吗？你去叫人把她抬过来，别说我要求的，就说是你们体谅她的孝心，给她行方便。是。你说什么？罗娘都这样了，你们还要抬她去给老夫人请安？表公子是老夫人吩咐的。表公子？你叫谁？二爷告全府，说家里住进了表公子。他什么时候同意了？他们跟我商量了吗？昨天提了，今天就定下了我是谁？他们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你们擅作主张的时候，有想过我哪怕一丝一毫的感受吗？我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亲儿子，不是从外面捡回来的随便什么阿猫阿狗。你们问都不问我，就直接夺了我的身份，
为什么就不能给我哪怕几天时间缓一缓，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，哪怕只是装装样子，面子上的征求？我成了表少爷，那你们引以为傲的大儿子是谁？我自小在您身边尽孝，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啊！都跟你解释过了，不是我的错，我这也是为了家族。那是谁的错？难道是我假死的错？你一个晚辈在我跟前喊什么喊？我喊，我再不喊，我就要真以为自己15年前就死了。哎呦喂，好啊！你这个不孝子是要活活气死你老娘啊！我含辛茹苦顶着压力从医，都是为了谁啊？全都落不了你个好字！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吃了多少苦不算，如今回来了还要被你指着鼻子骂，我不如死了算了！我的老天爷啊，我的病怎么就这么苦？夫君，夫君，你冷静点。我的命啊，苦出黄连了！夫君，别吵了，住口！都在干什么？大哥，大嫂，姬臣惊扰了。身体好些了。老大夫人挂心，好些了。早就跟你好言说过，别拿肚子里的孩子折腾，偏是不听劝。现在如你所愿，折腾出无法挽回的问题了。就你这点拿不上台面的三脚猫本事，难怪你那亲哥还容你在罗家撒野。想来人家压根儿没把你当成过正经对手。我没有。行了，罗姑娘还是省省力气，留着养身子吧。表侄的事是我提的，大哥如果有话说可以找我。如果大哥觉得委屈想走，大牛，夫君。大哥如果不愿，我会送大哥一栋宅子。大哥和罗夫人也永远是我的大哥和罗夫人。他愿意，他愿意的。大夫人自然更重要，是我们回来晚了。夫君他愿意，夫君。夫君，夫君，你看看我。陆清扬，你干什么？陆清扬，你疯了吗？你忘了你对我的承诺了？你说过只有我，现在算什么？你在另一个女人面前粉碎我所有的尊严。陆敬阳，他在罗家用的名字还真是有趣。母亲，我的夫君叫陆大牛，他品行贵重，敦受爱孝，任何困难在他眼里都充满希望。好痛！刚成婚时，他站在门前，摸着后脑勺，不好意思地跟我说：“不要嫌弃我弟弟，我会治好他的。”他还很乖，很听话。他见我郁郁寡欢，会笨拙地哄我高兴。他知道我弟弟被卖了，比我还着急。他对我说，他拼了命也会帮我把弟弟赎回来。他还说，世上不是只有苦难，还会有趣事。嫣儿，给你。他上承父母，下爱幼弟，有一把好力气。每次从山上回来，都会给我掏一窝鸟蛋，只为了让我多笑一笑。久而久之，每次看到他回来，我好像真的看见了生活的光亮。慢慢的，我会每天煮好饭等他回来。我去见了被卖很久、一直没脸见的大姐，大姐向夫人低头，答应我给夫君谋个好差事。我也开始教幼弟识字。我发现幼弟虽然身体不好，但人极聪明。他早出晚归，不管多累，从不泄气。我怎么能不振作起来，跟上他的脚步？那半年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果然家在一点点变好，在重建希望。只是他一次上山，没有再回来。有人说那么多血迹肯定被猛兽吃了，有人笑我婆母，说他们是累赘。你儿子跑了，我也不相信。在我心里，如果不是死了，他怎么会不回来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很惭愧，总怕做得不好，让他看了笑话。我让幼弟读书，考取功名，也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看到，不要记挂。我的相公、长房大爷、人吼，在我心中犹如神明灯塔。陆敬阳不是陆大牛，大牛死在了16年前，也在今天。我已经安葬了曾经的陆大牛，我的夫君绝不会带着别的女人孩子回来。他一心念我，品行贵重，总之不是你现在的样子。陆敬阳，你看我，你看我。刚醒来的时候，我时刻想着回去。后来不用做苦力的日子，有人伺候的富贵迷了我的眼，是我放弃了他。你恨我吗？不会。
若他真的活着，我希望他妻儿双全，无惧无忧，活成他自己高攀不起的样子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像个笑话。在他的讲述里，我的存在也只是一个证明他深情与大义的工具。魏主，禁演西游迫在眉睫，只要您一句话，西游绝不会如此猖狂。理由呢？闹腾喧哗，不知所谓，宣扬不正之风。哪里不正？焉用什么理由？处理了就是。魏老说的有道理。然后呢？天下文人好奇汴江城进了什么，四处查找，最后西游里老者的话成为铁律，传播得更广更快，甚成为直至。任何思潮，关键看掌控在什么人手里。说有用吗？你到底来不来？再不来，我可真要生气了。汴京城里的人啊，自始至终都只是被圈养在条条框框里的好猴子，无论怎么跳，也翻不出我的掌心。夫人，这朝廷的禁令怎么一直没下来？咱们各地的戏院和书局都布置好了，如果没有禁令推波助澜，咱们下一步的扩张借口可怎么办啊？没有就没有啊！您之前不是说借着禁令反向操作吗？进驻各地市场的借口，我们早就抛出去了，何必非要死盯着一道禁令？尤其是那个人魏迟渊，他可没那么好糊弄。魏迟渊，大周的皇权，在他面前简直就像个笑话。我曾亲自率兵突进，遭遇劫杀，他却轻易调动了当地佛寺的力量。我当时不明白，大周皇帝得位不正，为何却没有被世家完全操控？原来一直有一条庞大的巨蛇盘根在这片土地上。大周佛庙占了1/3的土地，无数钱财商铺都在他们手里。魏家千年屹立的答案，用宗教掌控大周半数财政，用9大书院控制科举，用武僧弥补魏诸军的空缺。魏迟渊，他不是帝王，胜似帝王。孩儿给娘请安，祝娘身体康健，福寿永康。快到娘这儿来。以前我不算聪明，父亲便是这样，放下一切，手把手带我，将见闻揉碎了讲给我听，带我开阔眼界。娘，这句啊，人心为微，道心为一，允直觉中。我们止歌都开始背上书了，了不起。这句非常有意思。人呢有2个行事标准，一个是本心，一个是道德准线。比如弟弟撕了你的书，学生告诉你他是弟弟，面对大诱惑时，才能看出一个人是怎样的人。仔仔不撕书。行，我们仔仔乖，娘撕的好不好？哥不敢打娘亲。所以我现在想让弟弟闭嘴是本心，但让他说是道心。是，我们止歌会练道心了。我们认识知识，修习年岁，是为了提升后天道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夫人，表夫人小产了。哦，按规矩备礼。人心是危险难安的，道心也微妙难明。若是破题，你想从哪一方面破呢？道心说治民，那这里的道和道可道的道有什么不同？前者是个人的认知观，后者是天地运行大道。魏家藏天下真经，历代先贤的批注手执，真该给止歌看看。魏家修书为天下标准，借此掌控升迁途径，扼住科举命脉。这科举我绝不能碰，但可以给这个模式注水，降低知识成本，靠货字印刷让2两银子的书变成白菜价，这才是破局之道。好饭不能自己吃。春草，奴婢在。表夫人那边怎么回事？回爷，表夫人跟表公子不知道因为什么闹了起来，表夫人情绪非常激动，还动了手，孩子就没保住。夫人知道吗？通知了，夫人按例给的问礼，将人搬到明阁去。进出府不要再碰到大房这边。是。二爷，3皇子4皇子的人今晨扮成菜农掏粪工混了进来，消息已经放出去了。还有件事，季公子昨日从牢里买了李家大小姐，送到了咱们府上，现在就在平原。属下说了不行，但季公子那人，李大小姐将刀架在脖子上，说谁动她，就自绝于此，将人扔出去。可是他若死在府上，扔出去。别过来！我就是死，也不委身任何人。能从牢里直接买人的非富即贵，
去那种地方，不如去争一争。去哪里有什么区别？难道别人还会把我当人供起来吗？放心，我们爷没那个意思，就是送您出去。陆府，这里是陆府。陆继晨买了，我是不是还要我谢谢他？杀我父亲，流放我全族。我的母亲还在牢里，堂弟们还那么小，陆继晨，你还没有得到报应。哟，本就是要买来尝尝的，想不到竟遇上这样的好事。给小爷带回去。是。夫人，李大小姐被带走了，我们要不要？她脑子有问题，才会为一个女人谋杀朝廷命官。2个月后，让季缺拿卖身庆将人要回来，卖去他兄长的流放之地。人给扔出来了。自是，这女子是下面花16个春秋调教出的，最简易不过。什么样的差事都能胜任。自是。那就给他找个好去处，事成之后，重重有赏。10万大军，说散就散，他吴用是干什么的？皇上息怒。陛下息怒，战局瞬息万变，或许会有转机。转机？刚出征就丢盔弃甲，让蛮夷如何看朕的大周？大周军事竟如此不堪，让朕如何不怒？皇上，我大周将士个个勇猛，定然奋杀在最前线，反而是吴将军多年来苛待懒政，残害忠良，出征前竟还饮酒取乐。臣这里证据确凿，现参吴将军9条罪状，均有人画押，指证条条恶劣，事事惊心，望皇上杀之以敬天。皇上冤枉啊！妾身的父亲冤枉啊！皇上，前线将士奋勇杀敌，难道让这样一个人继续统帅？皇上，妾身父亲冤枉！1个月前，你还笑本宫年老色衰，该等着颐养天年。跟皇上在苦寒之地熬了8年的是本宫，受过苦的人是要回报的，回报不了爱，就回报权势。皇上，昨晚有人鸣鼓，状告吴大人半年前曾挪动粮草以资敌。没有，皇上明察，妾身的父亲不是那种人。父皇，外祖父绝对不会那么做，请父皇明察。姓徐的，难怪扫兴。这所谓的证据本就是本宫随便让人说的，但如果这件事徐正要插手，皇上，两军对阵，切忌换首领。何况如今只是一方人片面之言，还需吴将军当面对质。皇上三思。皇上三思。姓徐的，难怪扫兴。这所谓的证据本就是本宫随便让人说的，但如果这件事徐正要插手，娘娘自重。刚回宫时，世家贵女几乎加空了我的权力，勾搭不动这京中第1公子，我就用下三滥的手段对他下药。只要怀上他的孩子，他徐正再怎么着，也得给这逆子铺路，扶他做太子。我日子最舒心的那2年，就是怀孕生子时，这些趾高气扬的美人匍匐在我脚下，生怕我有一丝闪失，那才叫大权在握。滚！当初事情败露，如果不是我跑得快，他早杀了我。徐正不肯帮我，也休想帮别人。吴贵妃敢联合2皇子窥视太子之位，大不了不弄死吴庸，吓一吓这贱人也好。皇上，吴庸恶行昭昭，前线军溃散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请斩吴庸。皇上不能仅听一家之言，吴大人忠君为国，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。此等蛀虫不除，大军都散了，留这等将领何用？不如杀了季期，扬我大周军威。够了！陆爱卿，你怎么看？这陆继晨华不留手，拉揽几次都没回应。若是任他在朝中发展几年，麻烦。此人必须杀。皇上，吴大人能担此大任，是重臣举荐的结果。现在却说他能力不行，官德有讳，当时举荐的人怎么没看出来？说的有理。微臣愿意出使边准，替皇上解忧。他若亲自领兵，只会在边疆威望更甚。爱卿不必，你留在朕身边，朕才放心。
你可有举荐的人选？臣不敢妄言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朕准你说。微臣已3年未到过北疆，不知如今战况。何况微臣是文臣，极少与驻军来往。不过，微臣记得有次下雨视察河道，路遇一位姓许的守备路华草休息在家，他却说此雨短时间内不会停，反而会让水道团集3日，必须加快行程。结果河道果然团结3日。以微臣拙见，能对天文地利如此了解的人，在军备上自然有独到见解。传令下去，升徐守备为城门领，暂指北疆大军。遵旨。朕累了，都散了吧。陆爱卿留下陪朕走走。是。徐夫人慢些，张姑姑多礼了。夫人，刚刚宴上，徐大人未动茶杯，可是那花纹大人不喜欢。张姑姑多虑了，大人出府时饮了些茶，只是不渴罢了。我先走一步。徐大人摘得真干净，短短几句话就让一个守备官升1级。徐夫人安。大人客气了。见过徐夫人。李夫人好久没带着蕊儿来坐坐了，是不是府上的茶不合胃口了？哪里，只怕叨扰了夫人。今日吴贵妃哭得好不可怜，为什么？20多年了，你为什么从来不肯看我一眼？即便曾经我不完美，可自从嫁给你，我变了那么多，你都看不到吗？娶我？你以为我是钱家嫡女，能让你占到什么天大的好处？我不是，我只是个低贱的庶女。我怀了别人的野种，那个男人跑了，我现在回去就是死路一条，会被沉塘的。你凭什么说要救我？我只要一个虚名的妻子，至于妻子是谁，出身如何，怀了谁的种，对我来说不重要。那是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，我彻底摆脱了钱家的倾压，成了他们这辈子都撼动不了的存在。他给了我一切体面，可成婚后，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后院是我的，前院是他的，可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我怎么可能不爱上他？我想干干净净地跟着他，可这个耻辱，我做不掉。娘，徐峥，这下你可以多爱我一点了。当晚，前院就打死了3个放我进去的下人，我再也没有踏进过前院1步。可我太想见他了，哪怕一眼。我往后院添了无数干净美丽的少女，可他不管不问，嫉妒烧穿了我的心。我找来乞丐装作他，随后又因为恶心，亲手杀了那个乞丐。我又买了很多可怜的女子，看着他们跟长工私通，生下的孩子全都姓徐。我把后院搅和成这般污秽，这回他总该找我兴师问罪了吧？恭喜徐大人，听说府上又添新丁，真是多子多福啊！原来这个院子在他那里早就已经不存在了。他说只要一个有名无实的妻子，他真的说到做到。父亲，爹，您辛苦了。什么东西？真以为自己身世不凡了？不过是一群贱种。娘，爹爹总那么偏心三哥哥，明明二哥哥先来的，三哥哥才刚回来而已，爹爹真是不辨真心。好了，闭嘴！快电视了。是父亲。魏平，属下在，将我以前批复的书给他送过去。是。多谢父亲。娘，你弄疼我了。都别在门口站着了，进去吧。徐不歪哪里去了？德叔这样的好事，凭什么他不在场？大公子，夫人她又犯病了，您快回营里去吧。每次夫人犯病，您都会遍体鳞伤，您千万不能回去。我去看看母亲。
爹送书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啊！你在哪里？弄不到好东西，你要这只做文章的手有什么用？留着是个废物。母亲教训的是，你去把你爹的书给我要回来，那是你的，不去偷，你去给我偷回来。好。今天去哪儿了？累不累？孩儿在卫所当值。当值？当值能有你父亲重要？你这个分不清轻重的东西！是，孩儿知错。滚！去把东西给我要回来！你别小看了陆继琛，同样的年纪，他一个没背景的孤臣能做到今天的位置，绝不是等闲之辈。你难道没发现，能战多战之地都是他任职过的地方？真全是巧合。母后忧虑什么？边疆本就是精锐，他死了连个报仇的人都没有。还是要让人多查查，若是弄不到你手下，早点处理了，免得坏事。孩儿怕母后舍不得。母后可知道我收到了什么消息？什么消息？孩儿后院那个柳家妾室有亲友正是他的血亲，亲戚间走动走动也是应该，等于孩儿去走动了。就算他不想做孩儿的人，谁信他不是咱们的人？你心里有数就好。既然如此，先别把关系弄僵，还是要先拉拢。孩儿知道，只是吴庸，这次若不是他挡路，去西疆的就该是我的人。母后，若是他死在回来的路上，让你不要动就不要动。吴庸犯了这么大的错，以后讨不到什么好。对一个废人，何必脏了手，甚至让人顺藤摸瓜摸到咱们这里？是。为了皇儿的大业，就算拉下脸去求娶徐相的女儿，我也做得出。就怕当年的事把徐相这条路走死了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口渴吃饭打尖住店喽！乡里乡亲停脚喝水，分文不取哟。客官，还是老规矩。好嘞，里面请，小的这就去把里头的蜘蛛网给你扫一扫。不要998，不要98，8两，仅需8两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扁担山气带回家。太贵了。对，那是你不懂它的价值。这是扁担吗？不，这是血液动脉，是商业动力，是星罗皮肤的河流之脉。你挑的是锁水吗？错，你挑的是经济，扛起的是未来，摸索的是人民好生活。让我喊一声，扁担的出货喽！既然扁担贵了，那看看这个超越扁担，解放双肩，它是重让你3轮撑碳，河流的改道，商业转型，运输新模式全靠它，不需要吃草，不需要用药，风吹不怕，极寒能动，结实耐用，3角底盘，一辆只需8两，你距离全城第一运输大棱只差这一辆3轮车。这不就是个推车吗？8两都能买头小牛了。就是装的再多，太重了还不是得靠牛马拉。小哥，你下来吧，别吹了。别走啊！一个人负重1000斤的奇迹就在这里。滑轮技术，跨时代的革新，一条绳子穿过一个滑轮，卸掉1半重量，一脚下去1000斤走起。哎，怎么都走了？信任呢？夫人该听到了吧？都喊这么大声了，没食物谁要这玩意儿啊？8两吗？什么8两？我就是随便说说。我要了，可以改吗？一个人蹬，如果换成3个人蹬，载重能增加吗？车身还能加大吗？他看得不像买主，难道楼上坐着这茶馆真正的大老板，挂那幅字的人？不急，3轮我要了。你说真的？这东西现在就一个图，你不怕我是骗子？能不能加大加宽？定做价位不一样，需要改图纸，手搓和量产差距巨大。你真要？我知道，真要。行，我帮您问问。小二上茶。就凭兄弟您这眼光，值得付100。不过是一些取巧的物件，姐姐若看得上，哪里用走这些程序，定然有姐姐的位置。你呀，就是心思巧，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，闲来无事就爱琢磨这些。陆大人年纪不小了，听婆娘前段时间说，他与徐家老夫人上了几次香。我近来忙，很少过问这些。那老婆子眼光还挺高，徐家可没有嫡女，
看我这嘴，我就先走了。改天你去学堂接孩子，可要多去我那里坐坐。夫人对他太客气了。他也没说什么。今天能来这么多夫人，也是因为谢大夫人会来赴约。可是说是竞拍项目，其实每位夫人都能按娘家势力分到一地，后续分账就看他们对这项目的重视程度，不断加码的人拿到的利益才会不同。怎么啦？被欺负啦？楼里拖欠你薪水啦？夫人，有人要买车，还要加大加宽。定滑轮、动滑轮、涡轮动力，只要换上不同的动能，时代就能一次次跨越。我们对结构的积累从来都不差，只是曾经遗失的太多。夫人，就是他，徐生，店里的常客。姓徐，徐相的大公子徐不歪，从不拖欠手下士卒的饷银，有赏必按工发放。这些图纸很有创意，军用价值不小，记你们一功。多谢夫人。你去接待他吧。他是谁？徐家的人有他自己的势力，按理说不可能被陆继晨收用。可徐正偏宠三儿子，对他这个嫡子向来不闻不问，未必不能接触试试。夫人，该休息了。您这块料子绣了几年了，才绣出一片叶子？不急，反正是给小少爷成年后穿的。我今天遇到徐相的大儿子了。什么？我今天在改西阁遇到徐相的大儿子了。你跟他接触过吗？打过几次交道，但这样的人不可能为我们所用。他自己就有追随的势力，骨子里傲得很。徐相似乎没有在李将军的事情上为难你，不知道为什么矛头突然对向三皇子了。我发现徐相非常针对三皇子。凡是关于三皇子的事，哪怕像吴庸这样的小事，徐相都不会让三皇子办成。能让徐相放下李大将军去针对，是很稀奇。这次也算意外收获，北疆换上了许破。多来几次这样的事，我们就好办了。你这是痴心妄想，皇上兴兵哪有那么简单？这次也不过是震慑为主。未必。怎么说？帝王最在乎什么？长生不老。你说。皇上。嗯？您自登基以来，以仁德之心广施恩泽，减免赋税，开仓赈粮，推行科举，广纳贤才，更通过和平手段化解纷争，使边疆安宁，万邦来朝。吾皇之光辉，必将照亮周国，横扫莽荒。可皇上觉得哪位帝王能照古今？古有始皇镇龙脉，汉有武帝打出脊梁，唐军横扫六合，扬威名，他们不屑于一国之内。而今让敦文年号与三皇并肩的丰功伟绩，就在皇上的手里。皇上，何为四海？东海、南海、渤海、黄海。皇上，兴兵否？我愿以我毕生之精力，打下你言之山河。哎呀，对不起。娘给你吃的，好吃吗？谢谢娘，也谢谢爹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都有都有。执念，再丢过来一个。林三小姐，二爷，表公子在您院子等着好一会儿了。知道了。古风，去请李大夫，顺便把张太医一起请来。孩子们还好吗？你会成婚吗？不会。太医的事，我代你表嫂谢谢你。她脾气表嫂的身体要紧。我怎么会娶妻？属下马上去查。不用，二爷。剁碎了撒门口，以儆效尤。
饶命！奴婢是季大人买进来的人。古风，把他洗洗一番，送去给夫人。告诉夫人我没时间，让她帮忙通知季缺领回她的解语花。季缺身边有这样的美人，她当然要知道知道。是。不是那样，是前几日不小心落下的。二爷还特意让您送回来，也太小题大做了。你就是这样对下面的姑娘们的？夫人，我绝没有滥用职权，这不是我们四方楼的人，是从我舅舅那里要的。起来！我没滥用职权，这是原则问题。知道了。真知道了？看什么看？你喊什么？你舅舅的人你就随便送？不是送，就是想个办法打发了，结果给忘了。陆继晨休想往我身上泼脏水。行了，带回去吧。不如人就送给夫人吧。回去，走走走。夫人，您买了奴吧，奴以后一定好好伺候夫人。夫人，您可怜可怜奴，救救奴吧。你是谁训出来的人？遇到生死时刻，完美的早就丧失了人性，绝不敢求救。他竟然有自我意识，这匹兽马的训练出了大问题，如果不全部作废，非出大事不可。怎么哭了？想到了我的母亲，他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受苦。你放心，我们先好，你母亲、你姐姐、妹妹，我都给你买回来。怎么？我想知道我大哥被流放到了哪里，还有陆大人、三公子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，您能不能帮我问问他，可不可以一路关照我大哥一二？徐相那么疼您，陆大人肯定卖你面子，妾身现在只能指望您了。你放心，爷帮你问。三公子，我们真要去打听，让陆大人照顾李家少爷，那可是要人情打点的。先去把李家的人买回来，总不能让他天天哭。三公子，我们没银子。没银子？李家除了大小姐，其他几位姑娘长得好，才学也好，咱们那点利银根本买不起。我那里是不是有几本我爹的真迹？三公子，那可是相爷的东西，万一相爷问起拿不出来，可是要出大事的。你找出来拿去抵押。三公子，你把真迹找出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刚认识个穷书生，最擅长临摹，弄个假的放回去就是。夫人，这地方也太脏了。够快。什么破地方，跟猪圈一样，是不是这里？回公子，是这里。公子若嫌脏，不如在外面。在这儿。少废话！孟公子说你仿制是一绝，别给小爷装窜。这幅画给小爷仿一幅一模一样的，要是差了一星半点，小爷剁了你吃饭的手。公孙老先生的《东归落雪图》竟是真品。公孙老先生的绝笔，那是徐相的私藏，怎么会落到这纨绔手里？你他娘的聋了，接不接？能，10天后取货，太妙了。哼，还有这个纸张墨色都要一模一样。经书，平时的都是20卷，这本竟是32卷，还带了批注。客官，这书能不能仿？10天后取。哟，谁家标致的小丫鬟藏得这么深，跟小爷出去乐呵乐呵。嘿，脾气还挺烈，小爷就喜欢这种。果然是徐相的手稿，这蠢货竟敢偷徐正的宝贝出来当。我家公子跟你说话，你装什么死？哎，对待美人不要粗俗。放肆，滚开！秋萍，打！你又敢打我！住手！快住手！我家公子是当朝徐相府的三公子，你们这是找死！公子，别打了，要出人命了！他奶奶的！你们这群小民，竟敢打当朝相府的公子！我要扒了你们的皮！你睁开狗眼看清楚，我家夫人乃是陆府长房大夫人，当朝3品陆尚书，正是我们府上的二爷。陆锦臣的家眷，那个在朝堂上杀人不眨眼，连我爹都要忌惮3分的活阎王。我今天出门是撞了什么邪，招惹到这位姑奶奶头上了？公子
我们原来是陆夫人，刚刚是在下眼拙冒犯，该向这位姑娘赔礼才对。既然是误会，解开便好。拿些药材给这位小厮包扎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多谢夫人。夫人吩咐，那本徐相的手稿多托一语。大人，东西用追回来吗？你刚才说哪幅？回大人，东归落雪屋。把原话找出来。是。等一人归，不过是个男人画来向回娘家的妻子卖弄可怜，想讨一丝恩爱罢了。就像当年的我恨三皇子不是我的儿子，但我更恨他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和周启在一起。若不是三皇子长得太像皇帝，他是不是还会继续骗我？我成婚是逼不得已，我心里爱的只有你。既然这样，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又何妨？他舍不得皇后之位，让我不要逼他，让我不能闹不能争，当那个见不得光的人。他要当皇后，我便花精力谋划培植势力，甚至考虑取而代之。可他不知道急什么，竟对我下药。我太爱你了，我觉得你不爱我，我慌了才会如此。事发后，他没有向我哭诉他的不得已，只理直气壮地护住那个孩子，说他也不知道孩子不是我的。到头来，沉迷那场爱意的只有我自己。他要把我当蠢人玩弄到什么时候？大人，不是我的孩子也好，至少不会生这种病。大人，您已经多年不曾发病了。把这幅真迹给陆府送去。是。告诉陆大人，何必多仿一幅？没见过，想要直接跟我说就是。徐家这样没用的东西，数不胜数。陈庚病症，原来猴子已身染重疾。夫人，徐相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么说二爷？就是什么叫他们府上好东西多的是，没见过就开口要，这不是变着法骂我们二爷是乡巴佬吗？根本没把二爷放在眼里。徐相什么身份？不把你们二爷放在眼里，不是理所当然吗？夫人，您怎么还帮着外人说话呀？再说了，说两句就能得到这种好东西，让相爷多说两句，把徐府画库搬空了也行。夫人什么身份？怎么能为了一幅画让外人这么编排？去问问你们二爷，他说不定也希望徐相多骂两句，再送2幅过来。平日里那些人聚在一起，第一件事就是骂他，还不是什么好处都没有。500两，这幅画保守估计500两，买10个冬裤都有富裕。这么贵？那骂我好了，骂我几句也行，但还是不能骂夫人的。好了，别贫嘴了，等二爷回来了，让他过来好好赏赏。他最是喜欢公孙先生的白描。是。徐相今日格外沉默，整个议事过程，他连手都没有露出来。尚书大人，徐相刚才在殿上那番话是什么意思？是要斩三皇子的7寸吗？苏家若倒了，三皇子对外的根基可就塌了一半。何止是冲着三皇子去的？大人的意思是，徐相借着皇上问政，大谈外戚专权，暗示立太子必先掌外戚。这把刀是冲着所有皇子去的，连4皇子都没放过。徐相就不怕皇上真听进去了？他支持的4皇子先把自己的外戚给斩了。4皇子的外家会不会觉得徐相想独占4皇子势力，先跟徐相斗起来？这一招逼所有人入局，够狠。所以他支持哪个皇子都未必是真。那我们这种事，我们不参与。怎么就突然提到了外戚？还偏偏举的都是些不好的例子。娘娘，奴婢也是听当值的兄长偷偷透出的口风，幸亏无人知晓，您可千万别动气。皇后那边可传我了？回娘娘，不曾。如果皇后传我，立即来报，绝不能让三皇子吃亏。谁能想到，我一个奴婢出身的人，儿子竟被当作嫡子养着，距离太子之位只有1步之遥。皇家立嫡不立贤，只要不出错，这天下就是我皇儿的。生了，主子是个小皇子，走水了，快救火啊！皇后娘娘动了胎气，临时要用这边的产房。
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被抱给了皇后，谁敢说不是？谁又知道不是？这就是我的皇儿，而我的亲生骨肉有那个命去当皇上的嫡子。天灾频发，外头乱作一团，立太子的事硬生生被延后了。这个孩子只要还活着，就早晚会出事。万一他长大了，眉眼长得像皇后，那我的亲生骨肉，我的真皇儿就全毁了，绝不能留他。他活不成了，这病拖下去也是个死。别让他再痛苦的折腾了，也别为了救他耗尽了皇上对我仅存的一点怜惜。你亲手去处理干净，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那个孩子死了，皇后以为是她的生产耽误了我的孩子，对我越发照拂，我也成了她最信任的心腹。娘娘，刚才那杯茶凉了，奴婢给您换一杯热的。皇后娘娘待我恩重如山，视我为姐妹，我自然要用这满腔的赤胆忠心来好好回报她。我怎么会对皇后不好呢？我们有着共同爱着的孩子，有着紧紧绑在一起的共同利益。只要三皇子能顺利登基，让我把心掏出来给他都行。我永远都会是皇后娘娘最信任的人，以后都不会例外。二爷，这是夫人特地嘱咐奴婢的。夫人说等您一回来就给您看，您一定喜欢。夫人用心了，这画从哪里收上来的？回二爷，画不是收上来的，是徐府送来的。徐府怎么会突然送上这幅真迹？徐相让人带画，说二爷没见过好东西，特意送来看看。怎么突然想到说这个？还不是徐家三公子。前些日子夫人遇到他，明明是徐公子先找的事，春草姐姐都没招惹他。夫人很有分寸，趁他还没报名号就动了手。徐三公子怎么能那样？你说徐家三公子拿出什么卖？是徐相的手稿。徐三公子拿了徐相的手稿出来，让文海轩仿传下去。徐相最近日子拮据，不惜拿手稿出来卖，让看到的人帮徐相解解燃眉之急。是。扔出去。二爷说的是，二爷让人去传了，画也吩咐人拿去扔。你们二爷脾气越来越大了，既然他说了，去库房挑一些同等的回礼给相府送去，把画收回来。画跟你们二爷又没仇。夫人，二爷还没走，要不要请二爷过来一起用饭？不用，他最近忙，一会儿小公子过来吵闹。相爷，这已经是第6个客人的了。魏平，怎么回事？大人，还是上次三公子拿您手稿出去的事，外面在传您手头拮据，才拿出自己的手稿去卖。这些客人留下礼单，都是给您行孝敬、解缠眉之急的意思。哼，果然是他太闲了。不过说他几句，气性不小。大人，坤一公宣召。既然皇后传召，本官焉有托大的道理？备轿。大人，您衣袖染墨了，要不要换一套衣裳，免得殿前失仪？那就换一套。若不是亲眼看到，本宫还真以为是谁在拿徐正开玩笑。他怎么手里拮据了，还拿了手稿出来卖？回娘娘，徐大人说政务繁忙不便进宫。徐大人还说，娘娘若有要事，派人知会他一声便好。娘娘，嬷嬷不至于如此，本宫被下的脸面还少，这点事不会放在心上。只是这2年正是立储的关键时刻，皇儿若是得他一丝举棋不定的摇摆，胜算都大得多。嬷嬷，奴婢在，你说我用曾经的情势威胁他，娘娘快别说了，这事儿曝光，您和相爷谁也讨不了好。相爷与皇后有闪难听，皇后您名声就好了，三皇子名声就好了，快别折腾了。若是为了皇儿，给他跪下。皇上驾到！陛下日理万机，还不忘来看臣妾，陛下辛苦。何须多礼，太医说你没休息好，朕来看看。一点小风寒而已，太医小题大做。皇上这是刚从哪里过来？这么重的胭脂味儿。秋菊开了，大概染上了。皇上，妾身病着，回头皇上再病了，才是妾身的错。朕哪有那么脆弱？臣妾该死，臣妾该死！
皇上您没事吧？快传太医。不必，一点小伤。朕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你注意身体，别总绣这些。臣妾谢皇上叮嘱。若是真怜惜我，太子之位给了皇儿就是。可他在干什么？提外戚。还有那个徐正，火上浇油的提，他也不怕把自己烧死。娘娘，打听打听徐相什么时候回府。既然他没空，本宫亲自去给他送银子。为什么不点灯？因为堂内坐了一个人。掌灯。你怎么放人进来了？不放进来，在外面等着，不想活了，赶紧走！别来无恙。不知皇后娘娘深夜造访，所谓何事？10万两白银，不够，徐大人尽管开口。难得皇后娘娘久居深宫，也能听说这些无稽之谈。一点心意，对不起，当初的事是我不对。徐大人，求求你，徐大人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三皇子已经20有4了。皇上最近身体也不太好，哪有拖这么长时间还不立太子的道理？对大周也不是幸事。三皇子的事，皇后娘娘走错地方了，该去找皇上商量。徐相，我只有求您了，只要您肯答应我的请求，本宫保证以后绝对不再打扰您，而且您与他可共治天下。皇后娘娘，您这番话真是可笑至极！您这样不择手段的为三皇子谋取太子之位，三皇子知道吗？徐正，徐正，娘娘，请回吧。你们相爷怎么回事？你们相爷实在不像话！皇后娘娘说谁不像话？有什么比这更能确保彼此间的牢固联系？出去。好久没吃过你这里的香酥加乳料了，上一碗，热一点。出去。未带随侍，借你的人用一用。出去。出去就出去。我倒要看看，这样出去谁名声更臭。等着。三步你老了不少，如今也成家了吧？托娘娘的福，奴才家人都好。那就好，我不喜欢红色，换蓝色的，孔雀蓝。徐府有一件蓝色头面，我一直很喜欢。是。你们老爷去哪儿了？老爷有正事要处理，已经走了。你们在四皇子那里最得用的人是谁？问你话呢。回夫人，您是知道的，奴才只是伺候老爷夫人起居的下人，不知道外面的事。找个知道的过来。都当值去了。敷衍我。夫人，今早三不管家开了库房，取走了一套蓝宝头面，女子用的那套。是。谁用了？没听说。相爷送谁了？不用急，谁家得了这样好的东西，过后并会下帖来道谢的。到时候我们也要好好备上同等价值的还礼。夫人，慢点。我们夫人自己下。我来。不，我来。好了，进去了。明明是季公子多此一举，我伺候夫人足矣，何须旁人插手？夫人，您瞧他，处处与我作对。竟然不是错觉，短短几天，我竟查了他那么多事，想娶她回家。可若是母亲不同意，现在的任何接近都只会唐突了他。夫人，字体千篇一律，毫无风骨，会有人喜欢。跟我讲起生意经了。夫人，这能赚到钱，真正的大族子弟不会买，小农小户买不起。咱们竞拍花的5万两银子，最后成交价才区1000两，这差价价也太大了。更不要说事后您还要给他们发分红，简直空手套白狼。你可以理解成闲着没事做，打发一下时间。您闲？
我们夫人闲得很，都是因为季公子勤快。怎么算都不赚钱。他这副反应，难道那些传言他没有听说？似乎不像。徐大人，我的徐大人，您脸上的伤怎么回事？我看看。王爷不是眼睛不好，看来这些日子是好了。还是不太好，主要是徐大人您太显眼，这不会是猫抓的吧？我府上有只了之华的。华的啊。陆大人，不喝一杯？多谢大人，不可。可不可的喝了才知道。你看徐大人脸上的伤，细不细？孩子不愿意喝就算了。徐大人这样一说，又让本王想起您风华绝代的曾经。应该还有被打得眼神不好的过往。毕竟墨水喝多了，撑着了也正常。不及徐大人喝得多。陆大人谦虚。下官这里正好有伤药，大人要不要处理一下脸上的伤？毕竟有碍官署。上朝。微臣参见皇上，见过徐大人。爱卿快坐，不是朕说你，爱卿还应该先处理一下脸上的伤势，再上朝才好。不过一些小伤，微臣以为相比这点小事，皇上更关注大事。哪个女子抓的？够得着的女子。真是女人抓的？皇上不是那么猜的。不过爱卿与夫人情深意重，夫人偶然强势些也在所难免。不是他。原来爱卿你说的事儿，朕想了想，正好陆爱卿也在，你把刚才的话跟陆爱卿说一遍。不过几部书也值得你太小题大做。皇上，书籍为朝之血脉，血脉乱则五行乱。发行书籍的权利、快速刊印的能力更为皇家咽喉，有咽喉才能发声，才能让万民听到皇上的声音。如此重要的事情，怎可让民间随意大量投放？回皇上，徐大人说的是微臣疏忽，皇上是知道的。微臣自幼贫寒，是内人一手拉扯长大，他确实懂些奇巧，喜欢些黄白之物。微臣当时也看过，就是几两墨几张纸，微臣觉得都是小事，就没扰了他的兴致，以为这些只是女子囤些嚼用。现在看来，是微臣没想到其中利害关系，还好有徐大人提醒，让微臣茅塞顿开。回去微臣便与内人提，让内人将这重要营生上交给皇上。可这件事可大可小，陆大人的家眷人品自不必说，想必不会印些污糟秽语网乱民众。但陆大人的人不会，不代表下面钻了空子，岂不是让人抓了把柄参陆大人一本？皇上痛失一员爱将。徐大人说的是，谢徐大人为下官考虑。客气，尽臣子本分而已。这件事朕心里有数，几本书而已。陆爱卿家的开销，总要有人做生意维持。皇上几番维护，臣惭愧莫及。徐大人也的确提醒了微臣，不如让徐大人监管如何？这样徐大人也能放心。好啊，把监管权交出来过了明路，以后岂不是要把印书处开满大周？蠢皇帝明显不想动。徐某不才，不敢担此大任。既然徐某没时间，还是撤了吧。刚刚大人不是还是国之血脉，掐断了不好吧？既然徐大人怕麻烦，微臣愿为皇上监管。好，算了，既然是书舍小事，提什么监管？皇上不可，臣愿意接受监管。若皇上徐大人信不过在下，可让太学院一起监管。还惦记上太学院了，好赖都在他一家的锅里生。行了，一点小事儿也让你们两个争论不休。既然闲了，就说说边陲的事儿。年轻人，夜路走多了，早晚会遇到鬼，尾巴藏干净点才好。用吗？他所任职的地方，税政一切正常，几次去查都抓不到任何把柄。多谢。这小子感觉不对。哼！你得罪陆介臣做什么？不就一个破书摊？他家女眷愿意开就开，银子不够你去添，人情往来不就行了？你偏偏不知轻重去得罪他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就为了这点事？这还不够大？利处近在眼前，陆介臣深受周启信任，你想做什么？是我太心急了。你看你年龄长了，脾气还长了，我也是太急了，你别往三殿下的事，皇后以后还是少提。你要真不喜欢姓陆的，杀了就是，还容他一次又一次给你添堵。怎么又不说话了？还生气呢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有什么复杂的？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。有仇，
怎么会？皇儿身边反而有陆继晨的亲戚，关系还很近，只是他避讳不与臣子结交。其实若是用心拉拢，陆继晨也可以是他的一个助力。周连横跟陆继晨沾亲，是我劝他走动走动来着，都紧着你先杀，还疑神疑鬼。谁让皇后聪明，想把残害忠良的罪名按在下官身上，等于按在四皇子身上。你猜我？除一个强劲对手，好全了皇后的心思。我刚刚听到他对上陆吉深，太极想差了，竟自动将他化成了我的人。行，我不给意见，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总行了吧？陆继晨那家书舍真有那么严重？就是一个小作坊，能有那么大分量？本宫要不要要过来？或者本宫也办一家？妇人之见。钱嬷嬷，送徐大人出去。娘娘，您脾气也太大了些，毕竟有求于人，本宫也是一时嘴快，不如给徐大人送些东西过去，私下送些娘娘的心意。本宫把他那位娘子请来，送些实在之物。娘娘是非常私的私下，您忘了以前还为徐大人送过羹汤。不如给他长子升个官。只是你知道徐正为什么不提拔徐不外吗？娘娘，徐大人家的事儿您操什么心？羹汤的事儿，他确实见识浅薄，用后宫之主的身份去办书舍与民争利。凭陆锦臣在御书房的态度，随时能把他的人弄死，平白无辜去得罪陆锦臣。钱嬷嬷传回的消息，吵起来了。不管算不算吵，根据以往经验，咱们又要倒霉。你手里提的什么？皇后娘娘亲手泡的茶，说大人没喝，让人亲自送过来。大人，夫人送来的，说您没喝，心系您口渴。夫人，没事了。唉，怎么三皇子就不是我们大人的孩子呢？徐秉在边关打仗，居然还有闲工夫2天寄一封信，汇报1日3餐，路上有几颗石子，连赵毅也跟着写捅蚂蚁窝的故事。把这些退回去，让他知道我看见了。许将军和芸娘一样，就是怕夫人身边新人多，离得远了，把他们给忘了。去看看二爷是不是方便，如果他有时间，让他过来一趟。是。徐正白天肯定找了麻烦，陆吉臣性子内敛，有事只会隐忍，未必肯说。今天朝堂上，徐正没为难你？没有。真没有？只是提了几句，皇上没有接他的话。事后我又向皇上解释了一二，皇上并未放在心上。他事后未必不会对你直接动手。今天下午，工部提了一件新鲜事。什么？工部想造一种旗帜，水火不侵，入土100年不风化，还要再造一种墨，书写其上永不褪色。闲的。工部寓意此纸书写大周有功之臣的传记，让大周贤臣名垂千世。你说什么纸？水火不侵，墨也永不褪色，无论过多少年，展开依然跟新的一样。前世我曾拍下一张出土古纸，入土1000年不腐，刀刻不坏。那上面记录的大周名臣是陆敬阳，而且里面用极尽吹捧的词字，详细记载了他的幼弟，甚至写了幼弟极有可能是皇后之子。陆敬阳弟弟皇子，水火不侵的纸，皇家子嗣绝不可能轻易调包。那纸上却作为荣耀，清清楚楚的记录在册。难道陆继晨就是那个死了的皇子？